领证当晚，公公突然给我爸打了个电话。28万的彩礼实在有点多，我看降到8888元，讨个好彩头就行。我爸抓着手机半晌说不出话来，公公笑得嚣张。还有嫁妆的霸迪 A4 升级成 A8吧，年底小叔子要结婚，到时候也有面子。我看着桌上那份空白的结婚登记表，轻轻笑了。我接过电话，好啊，我也觉得 A4 的圈有点小。他们不知道，早上出门前我和高帆吵了一架，别别扭扭赶到民政局的时候，工作人员都下班了。这下这婚也彻底不用结了。挂了公公的电话，我爸的手都在发抖。高帆他爸是什么意思？之前说婚房来不及买，结了婚再买，说好的彩礼还能降？我妈顿时眼眶都红了。你乡下表姐去年结婚彩礼都收了20万，8888的彩礼打发要饭的。她偷偷瞟了我一眼，生怕我难过。妈不是要面子，也不是图他高价的钱，妈是难受，怕你不被重视，怕你受委屈啊。我轻轻拍了拍我妈的背，示意她别着急，然后当着爸妈的面拨通了高帆的电话。电话那头，高帆出差刚下飞机。老婆今天怪我，早上不该惹你生气的。他以为我还在责备他今天没领证的事，一张嘴就开始道歉。5天后我就回来了，到时候咱们就去领证。高帆，我打断了他的话。你爸说彩礼要降到8888元，还让我送你们家一辆霸迪 A8，这事你怎么看？他愣了几秒，才反应过来我在说什么。老婆，你是不是有情绪啊？彩礼多少不就是个形式吗？我对你的爱一点也不会少。我刚要开口，就听到他解释道：弟好不容易谈了个女朋友，年底也要结婚了，我爸妈养2个儿子不容易，要给2份彩礼，的确压力大。你心疼你爸妈，我理解，彩礼我可以不要，嫁妆你们也别要。我冷冷开口。高帆语气有些不耐烦。梦洁，这你就狭隘了。我们结婚了就是一家人，把你我分那么清干什么？你买辆车还不是你开，我们沾沾光嘛，别太斤斤计较。我差点笑出声来。我懂了。那我要是不想成为一家人呢？高帆的语气顿时拔高了8度。咱们能不能别总在钱的事情上闹？能不能看在我们的感情上别计较太多？他叹了口气。我爸妈说的没错，好，你就是把物质看得太重。要是这么点小事儿就能把咱们拆散，那咱们真没必要在一起。高帆停顿了一下，像往常一样等我先低头，可我只是语气平淡说道：我觉得也是。说完，我挂断了电话。爸妈面面相觑，我勉强扬了扬嘴角。今天去的晚，民政局下班了，高帆着急要出差，本来打算等他回来我们再领证的，看来也没必要了。我妈紧紧握着我的手，爸妈，我不打算和高帆结婚了。我抬头冲他们笑了笑，我妈一时有些慌乱，我爸一个眼神却让她平静了下来。他们对视了几秒，还是我爸开了口：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刚老高的电话我早就挂了。妈就是舍不得你受委屈。我妈抱了抱我的肩，我收起户口本，不由有些后怕。若是今天跟他领成证了，这会儿我都没处哭去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一声，一串陌生号码出现在了屏幕上。我疑惑地接起电话，一个记忆里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：袁梦洁，你不许嫁人！那声音带着几分醉意，背景里传来了一阵起哄声。张冕，高中时我那个不爱说话的学霸同桌。我听了一会儿，才知道他在同学聚会上喝多了酒，被老同学们怂恿着给我打了这通电话。张冕，你喝多了？没有，我脑子很清醒，刚刚我说的每一句都是认真的。你别着急拒绝，想一想，好不好？我轻轻挂断了电话，盯着手机发了会儿呆，然后把号码存进了联系人里。第二天中午，高帆的妈妈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有急事，在公司楼下等我。我一脸疑惑下了楼，才发现高帆爸妈还有他弟弟高月、弟弟的女朋友孙潇潇都在。袁梦洁真舍得买 A8 给咱们啊！我可提前说好了，我结婚的时候头车可不能比 A8 的档次低。婆婆连连点头。好孩子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们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的。她笑得灿烂。梦洁和高帆证都领了，该给咱的嫁妆肯定会给的。他要是不答应，高帆就不跟他办婚礼。我轻笑了一声。当初商量我和高帆的婚礼，公公婆婆说没钱，一切从简。接亲的车都打算借我爸单位的车，可小叔子结婚，头车还等着我买 A8 来撑面子，我还真是个冤大头。我走上前去，阿姨，您找我什么事？昨天你不是答应了买车吗？正好今天大家有空，一起去看看。婆婆看了我一眼，立即挽住了我。我皱了皱眉，可我还在上班。哼！孙潇潇哼了一声，什么班能比结婚的事儿还重要？嫂子到底是一点儿也不看重哥哥。我看了他一眼，冷冷开口：公司有公司的制度，我的工作的确没那么自由。你是觉得我们没工作的不配跟你一起去看车呗？高月在一旁脸色难看。高月的话明显在故意曲解我的话，可公公婆婆却不这么想。公公皱起了眉毛，语气严厉：梦洁，都是一家人，说话别这么不客气。你也不过是小职员，有什么了不起？要真有本事，一开始也不会开口要那么多彩礼。我张了张嘴，刚要解释，婆婆就拦住了我。
好了好了，少说两句吧。高帆出差在外地，工作又忙，回头闹得不开心，他还要分心来安慰你。你们都结婚了，学着多体谅体谅高帆吧。孙潇潇故作大方。算了，你都跟哥领证了，以后我们是要做妯娌的，我就不跟你计较这些了。我们好心陪你去看车，你也别端着了，赶紧请假走吧。妯娌，我心道，我们这辈子都不可能成为妯娌的。潇潇真是个好孩子，还是你懂事，识大体。她话音刚落，一辆7座的专车稳稳停在了我们面前。婆婆立即抓住了我的胳膊，走吧，别让一大家人陪你耗着。我被婆婆不由分说拽上了车，不得已给公司打电话请了假。听到我请假，婆婆才重新堆起了笑脸。梦洁，你和高帆领证了，你就是高家的媳妇儿了，真没必要总是端着，一副大家都求着你的样子。我扯了扯衣服，抚平褶皱，她摆出了一副为我好的表情，继续说道：你是高家的人，凡事都要以高家的大局为重。年底弟弟要结婚了，这彩礼就得20-30万，婚房的首付还得花50万。她瞟了我一眼，接着说：你做大嫂的也该补贴补贴吧。我愣了一瞬，没忍住笑了出来。商量结婚的事时，高帆拍着胸脯跟我说房不用我操心，他肯定会搞定。可后来我约高帆去看房，他总是嫌这套小，那套交通不便利，到领证那天婚房都没定下来。现在倒好，婆婆以为我跑不了了，我们的婚房闭口不提，还让我补贴弟弟。我笑着开口：阿姨，这钱拿去补贴弟弟了，我和高帆怎么办？睡大街吗？瞧你说的什么话，先租几年房子也行啊。我笑了笑，闭上了嘴。一行人到了 4S 店后，孙潇潇立即就扑向了心仪的车，销售都以为是他来买车，围着他热情介绍。孙潇潇直接坐进 A8 的主驾，对着灯镜补口红，仿佛已经是自家车了。他探出头问销售：有别的颜色吗？黑的白的我都看腻了。销售立即引导他去看选色板，公公婆婆跟在他身后。大红色洋气。我没吭声，走到展车前拍了张照片，点开微信发了出去。张冕立即回了我消息：在看车，这个冰川白好看，很适合你。我们就定大红色，什么时候能提车？销售面露难色。这个颜色没有现货，要从别的城市调车，选配需要加价8万。公公大手一挥：我以为多贵呢，加呗。婆婆看向我：梦洁，合同你来签。她表情只是顿了一顿，立即又挂上了笑脸。销售这才看到角落里的我，他殷勤地给我拉开椅子，询问有什么需要给我讲解。我顺势坐下，往椅子上靠了靠。我要冰川白。孙潇潇立即就不乐意了。果然是老女人的品味，买白色多丧气啊！要买就买红色的，以后我开出去也显得咱高家有面子。我冷冷看着他，喜欢红的自己买。孙潇潇立即叫了起来：妈，你看他！婆婆板着脸拨通了高帆的电话。高帆，你看看你媳妇儿，买个车也要斤斤计较。潇潇就是喜欢红色，这么点小事儿她都要和我们对着来。高帆正在开会，他弯着腰溜出了会议室。先是顺着婆婆的话头应承了好几句，好不容易才哄得婆婆挂了线。过了没一会，我的手机便紧跟着响了。媳妇儿，我弟找个女朋友不容易，你让着潇潇点，颜色的事儿你就依他吧。我不让。他停了一秒，声音压低了一些。我跟我妈说好了，这车以后记在弟弟名下，就算我们送他的结婚礼物。你要是连这点都不肯，这婚我们别结了。行啊，高帆，买房送车真有本事啊。那我呢？我住什么开什么。他有些不耐烦。一家人说什么你的我的。行了，我还在开会呢，你别闹了，去跟潇潇道个歉，就选红色。说着，他就挂断了电话。一家人，我冷笑了一声。我们从来就不是一家人。我接过销售手里的单子，在冰川白的选项上打了个大大的勾，然后干净利落刷掉了30万首付。那本来是我攒的婚房首付。我签完了合同，销售带我去看现车。公公黑沉着脸跟了过来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他就拿起钥匙从引擎盖滑到了尾灯。先生，这是新车！销售尖叫，拿去换个漆。公公把一张红色的票子塞到我手里，然后带着全家人转身离开。我恶狠狠瞪着他们的背影，心情跟吃了苍蝇似的。30万，我攒了4年，可他毁掉我的新车只用了1秒。我当场让 4S 店调去了监控，报了警。几天后，我爸在酒店设宴，摆了2桌酒席，我家的亲戚悉数到场。我妈笑盈盈把果切转给大家，包间的门猛地被推开了。高帆站在门口，看到一屋子的亲戚，愣了一瞬。梦洁，你疯了？什么事不能家里解决，非要报警？我没想到高帆会突然出现，也愣住了。高母阴阳怪气说道：“你这老婆可从没把我们看在眼里，一点小事都能报警。”我爸脸色一沉：“今天的饭局跟你们无关，还请尽快离开。”高父笑道：“亲家公，这你就不地道了。”我爸被他的胡搅蛮缠气红了脸，周围的亲戚都窃窃私语了起来。高父看到大家不说话，很是得意，他拉开椅子坐了下去，
神情很自在。亲戚们都在，正好评评理。梦姐，证都领了，咱就是一家人了。你买车不经过我们同意，我也不计较。你也没必要因为一点小事就报警。只要你去换个车漆，你和高芳的婚礼肯定如期举办。崭新的 A8 被划了，你好意思说是小事儿？高父也不恼，你们要是非要一意孤行，那婚礼就不办了。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满是得意。我们高家只认明媒正娶的酒席，没办过酒，我们可不承认你。我笑了笑，冲高帆抬了抬下巴。你也这么想？高帆欲言又止，最后挤出几个字：梦姐，你别为难我。好。就在这时，包间的门再次被推开，几个服务员帮忙领着10几份6样礼走了进来。每份礼物都有2瓶春台、2条华韵，还有其他的点心水果。爸，一个年轻的男人跟在后面，进门就冲我爸喊了声爸。一对中年夫妻跟在他身后，看到我爸就连声道歉。对不住，对不住，路上堵车堵得厉害，让你们久等了。我爸脸上终于有了笑意，和对方客气地握了握手。客气了，客气了，快请坐。张冕在我耳边低语：我们还提前了15分钟呢，你家亲戚怎么到这么早？不等我回答，高帆的手机咚地摔在了地上，他指着张冕，声音都在发抖。你凭什么喊袁叔叔爸爸？我挽住张冕的手，挑眉看向高帆。我和你早就说清分手了，他是我老公，当然该喊我爸一声爸。包间里安静了几秒，大家看了看张冕，又看向我，谁也没说话。高父反应过来，脸色一沉。我看你早就打定主意不嫁了吧，转头就找下家了。谁家冤大头愿意要你这种女人？我的目光冷冷扫过高帆一家人，从包里取出2个大红的本本放在桌上，那是2本结婚证，签发日期就在昨天。我抬头看向高帆，他的脸色惨白。高帆像是没看清，又像是不敢相信，猛地俯下身，一把抓起其中一本。他的指尖剧烈颤抖着，捏着那2个小红本。照片上的我笑意明亮，俨然有了自己的归宿。高帆的视线死死锁在签发日期那一栏，他的嗓音嘶哑的几乎听不出原因。是昨天。高帆猛地抬头，把结婚证举到我面前。袁梦洁，你疯了！我什么时候答应跟你分手了？不就是吵了几句嘴，你怎么敢跟别人领证？你怎么能说嫁就嫁给别人？他把结婚证重重拍在转盘桌上。你这是在报复我，对不对？我坐在椅子上，伸手理了理耳边的碎发。高帆，别太把自己当回事。我看着他，语气平淡的没有一丝起伏。你忘了自己说了什么？高帆张了张嘴，却没发出声音。是你亲口说的，要是这么点小事就能把咱们拆散，那咱们真没必要在一起。我站起身，直视他的眼睛，在那一刻，我就决定了，咱们确实没必要在一起。所以，这婚你没必要结，我也确实没和你结。包间里死一般的寂静。高帆的父亲原本还端着公公的架子，此刻老脸一块红一块白的。你给我把话说清楚！那天你们不是去领证了吗？高父的声音震得人耳膜生疼。高帆低下头，盯着地面。那天出门前，我跟他吵架，结果领证迟到了。我就跟他说结了婚，公司得交给你和我妈管。我说我是大儿子，得给小月带个好头，家里大事小情都得听您和妈的。我就说了这2句，他就翻脸了。我大姑冷笑一声，把手里的茶杯重重磕在桌面上。哟，这还没进门呢，就打算把媳妇儿当成赚钱的机器了。高家这算盘珠子拨得可真响。高父显然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他梗着脖子，冲着周围的亲戚喊：儿子孝顺有什么错？那是他有良心。梦洁这孩子就是心眼多，还没进门就想着夺权，这以后还了得？他说的唾沫横飞，试图寻找认同，可周围没一个人接他的话。张冕的父母一直静静地坐在主位上。张爸爸放下手中的茶壶，抬手推了推眼镜，他没有任何怒容，只是转头看向我爸，语气温和：老袁，看来咱们今天的饭局得换个主题了。原本是来认亲的，没想到撞见这种家务事。张妈妈伸手覆盖在我的手背上，她的手心温暖而干燥。梦洁，既然你和张冕已经领了证，你就是我们张家的媳妇儿，外人的话你不用往心里去。这种平和的态度像是一道坚实的屏障，把我从高家人的纠缠中剥离了出来。高帆看着这一幕，眼睛红得要滴血。你了解他吗？他还是不肯死心。你就敢跟他领证？我们谈了3年，你认识他才几天？他指着张冕，声音颤抖。张冕一直没说话，此刻他缓缓站起身，他比高帆高出半个头，肩背挺得很直。他伸手拿起结婚证，放进西装内侧的口袋。我跟梦洁认识的时间长短，不需要向你交代，但我知道，男人成家立业，首要的是有担当。高帆看着我，嘴唇蠕动着，还想再说些什么。张冕的话不轻不重，却像是一记记响亮的耳光，抽在高帆的脸上。张冕往前迈了一小步，挡住了他看向我的视线。连自己的工资都做不了主，谈什么成家？他的语气淡漠，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轻视。包间里静了2秒，高父手边的筷子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，他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胸口剧烈起伏着。他原本张着嘴想反驳，可话到嘴边却硬生生接不上。毕竟刚才那些要把儿媳妇工资和首付并进高家口袋的话，
是他儿子当着大家的面亲口认下的。张冕没给他喘息的机会。高先生，孝顺这2个字不是用来绑架妻子的挡箭牌。他看了一眼垂着头的高帆，语气冷淡。你们口口声声说一家人，不过是吃定了梦洁而已。不仅如此，你们还想用他的钱去给高帆的弟弟撑面子付彩礼，这不叫孝顺，这叫劫掠。席间终于发出了压不住的议论声。我的天，这还结什么婚？那是掉进贼窝里了吧？怪不得敢张口就要霸迪 A8， 合着是觉得梦洁好欺负。大姑也跟着补了一句。高父的脸皮抖了抖，他猛地一拍桌子，想拿长辈的款儿震慑一下，可一抬头看见的是张冕沉稳犀利的目光。他张了张嘴，高母眼看形势不对，连忙起身打圆场。他脸上强挤出一抹僵硬的笑，伸手去拽高父的衣袖。哎呀，都是误会，年轻人不懂事儿，说话没轻没重的。他又看向我，梦洁，你看今天这亲戚朋友都在，闹成这样多不好看，咱们回头再谈啊。我没说话，只是往后靠了靠，和高家3人拉开了距离。我爸冷着脸站起身，语气生硬：没什么好谈的了，该说的都说清楚了。服务员，送客。高家3人在满桌人的注视下显得狼狈不堪。高帆临出门前还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满是不可置信，但他终究没再敢多说一个字，被高父扯着胳膊拽出了包间。饭局后半场的气氛反倒缓和了下来。张冕的父母显然是见过大场面的，他们神色如常地与我爸妈交谈，只字不提刚才高家的那些乌心事，反而开始跟我家亲戚聊些日常话题。张妈妈偶尔给我转一下果盘，这汤做的真不错，火候刚刚好。她和张爸爸处处给着我体面，仿佛刚才那场闹剧从未发生过。这种得体的接纳让我心里的局促感消退了不少。饭局结束后，我送张冕的父母到酒店门口，我站在台阶下，心里仍是不安。我低着头，声音有些局促：阿姨，叔叔，今天真的对不起，领证太突然了，又让你们撞见这么难堪的场面，我怕他们觉得我不够稳重，或者觉得我是在利用张冕。张妈妈停下脚步，伸手握住了我的手，她的掌心很暖。梦洁，我儿子我还能不知道吗？这几天他的嘴角就没下来过，我知道他是真心喜欢你。他温和地看着我，眼里带着通透。你们成家了，以后就是你们2人的小日子。我们家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规矩，我们也不会干预你们的生活，只要你们过得好，我们就放心了。我原以为领证是为了跳出一个火坑，却没想到无意中竟然推开了一扇通往温暖的门。目送张家的车离开后，我长舒一口气，转身走向停车场。地下停车场里灯光昏暗，远远的我就看到了那辆白色的霸迪。可就在车门旁，一个阴魂不散的身影猛地窜了出来。高帆竟然没走，他靠在那辆白色的车边，眼眶通红。他看到我走近，猛地直起身子，眼里透着执拗。他咬着牙，声音在空旷的停车场里回响：你告诉我实话，这一切其实都是为了气我，对不对？他伸手想抓我的肩膀，指尖在发颤。你根本不爱那个男人，你就是想让我后悔，想让我求你回来，对不对？我停下脚步，冷冷地看着他。高帆挡在车门前，影子被灯光拉得很长。他死死盯着我的脸，试图从我的表情里找出一丝破绽。他往前逼近了一步，急促地喘着气。梦洁，你跟我说实话，那证是假的，对不对？你怪我那天在民政局门口说了重话，你想逼我低头，想让我以后都听你的，是不是？他自顾自地解释着，仿佛只有这个理由能让他那摇摇欲坠的自尊心重新站稳。我平静地看着他。高帆，别再自欺欺人了，你不信，明天可以自己去查。还有，不想嫁给你也是真的。不可能，3年的感情，你怎么可能说变就变？他突然拔高了音量。好，我认错，那天是我不对，我不该提工资的事儿，彩礼我还给你28万，30万也行，我回头就跟我妈说，车也不要了，你自己留着，以后婚房也加你的名字总行了吧？他急切地看着我，眼神里透着一种近乎施舍的慷慨。梦洁，咱们重来，我这就去跟家里说，这一切都能回得去。我看着他这张脸，突然觉得无比陌生。3年的时间，我竟然没看清。他觉得只要钱给够了，名分给够了，我就会像以前一样乖乖回到他身边。我从口袋里翻出手机，划开屏幕，调出了一条短信，然后把屏幕转过去，举到他面前。那是几天前的一条退票成功通知。高帆眯着眼看了一会儿，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。那是某欧洲豪门足球俱乐部的观赛团名额，一共2张，价格不菲。高帆是个铁杆球迷，那支球队他念到了整整8年。我托了无数个朋友，找了专业的体育资源，才在那场顶级赛事开始前抢到了这2个极其珍贵的自由行名额。这是我原本准备给你的，那天领证要是顺利，等你出差回来，这就是给你的惊喜。连签证和酒店我都已经托人办得差不多了。高帆的喉结上下滑动，他想伸手摸一下我的手机，却又缩了回去。你早就准备好了。是，哪怕在那天早上在民政局门口你提那些无理要求之前，
我都在计划以后怎么跟你过日子。我看着车窗上映出的我俩的影子，高帆，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，哪怕你肯站出来替我说一句话，哪怕只是一句，我都不会走。可你呢？你总劝我大度，你劝我体谅你妈，甚至劝我体谅你弟弟的女朋友。高帆张了张嘴，试图反驳。我那也是为了咱们以后。我打断了他的话，那是为了你们高家，不是为了我。现在票退了，名额没了，我对你的那点感情也一起收回来了。你给的那些条件，留着去跟下一个愿意扶贫的人说吧。我绕过他，伸手拉开车门。高帆站在原地看着我上车，冷白的灯光扫过他的裤脚，他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，我不是在赌气，我是真的彻底的不要他了。我踩下油门，车轮滚过地库干燥的路面，发出一阵阵沉闷的回响。后视镜里，高帆的身影变得越来越小，最后缩成了一个模糊的黑点。我驱车出了地库，晚风从车窗缝里灌进来，吹散了那股令人窒息的潮气。而此时，高帆依旧站在那个空荡荡的车位旁，他口袋里的手机突然疯狂地震动起来，发出一连串密集的提示音。那是高家的家族群，屏幕上接连跳出10几条消息。哥，我不管，车要是买不了，我就让咱爸去他单位闹，房子也得赶紧想办法，我女朋友那边催着呢。车和房子的事到底怎么办？你倒是说话呀！高帆看着那些不断滚动的文字，怅然若失。所有人都在向他索取，而那个曾经愿意为他打点好一切的人已经消失了。回到家后，我疲惫不已，瘫坐在沙发上，手机就在这时震动了起来。姐妹，我要跟高月分手，高月指望不上，他全家都是废物。紧接着是一段长达5分钟的视频，他发错人了。我点开视频，画面里是高家乱成一团的客厅，茶几上的烟灰缸已经翻倒，灰白色的灰烬洒了一地。你现在满意了？高帆歇斯底里的声音从扩音器里传出来，震得我耳朵发麻。他正对着高富大吼，头发乱得像鸡窝，衬衫领口也被扯开了。我早就说过先领证再谈车的事儿，你们非要那天在门口提。现在好了，梦洁走了，婚也没了。高富猛地一拍大腿，原本就黑的脸涨成了猪肝色。你弟弟高月女朋友说彩礼不能比梦洁低，家里哪有那么多钱？梦洁手里有存款，不从他那儿掏一点，你弟弟这辈子就打光棍吧。高母坐在沙发一角，垂着头抹眼泪。班子，妈这也是为了咱们全家好。那辆 A8咱们原本商量好的买回来，先记在高月名下，让他出去谈生意有面子。等以后他成了家，再还给你也不迟啊。视频里，孙笑笑的声音突兀地插了进来。就是啊哥，叔叔阿姨也是想让你们以后日子好过，嫂子出一点，家里的压力不就轻了吗？听到这里，我冷笑出声。原来这并不是什么临时起意，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围猎。视频里的争吵还在继续。那彩礼呢？为什么要降到8888？高富冷哼一声。我想着，只要证领了，他就是咱们家的人，咱们说多少就是多少，他还能跑了不成？高母跟着点头。谁知道这丫头心这么狠？几个人越吵越凶，开始互相甩锅。高帆怪父母太贪心，高富怪高帆没本事管住女人，高母则在中间和稀泥。他们算准了我会为了名声忍气吞声，算准了我会妥协，却唯独没算准那天我压根就没跟高帆领证。视频还没播放完就被孙潇潇撤回了，他一连撤回了好几条消息。别撤回了，我都看到了。我笑了笑，指尖在屏幕上轻快的跳动，点下发送后，我没有任何犹豫，直接点开他的头像，选择了删除好友。那一夜我睡得出奇安稳。第二天一早，手机屏幕亮了一下。醒了吗？一会儿带你去个地方。是张冕发来的消息。张冕带我去了一个市中心的小区，他神神秘秘带我走到一户门口，入户门是厚重的暗灰色，推开时带着一种沉稳的静谧感。我换上拖鞋，视线落在靠窗的一张长桌上，桌面立地的高度刚好是我习惯的高度。我习惯在工作时把手肘平搁在桌面上，这个高度能让肩膀最放松。这套房是我去年回国后就买下的。他走到窗边，拉开半透明的纱帘，清晨的阳光瞬间倾泻进来，在地板上铺开一片碎金。那时候我刚开始创业，经常在这儿加班。买家具的时候，我总会想起你高中坐在我身旁复习时的样子。他回过头，眼神里藏着一种跨越时间的笃定。梦姐，你可能不信，从买这套房开始，我就幻想过带你住进来的样子。只是那时候我不敢确定，自己还能不能等到这一天。他顿了顿，小心问道：你真心愿意我嫁给我吗？原来在这座城市的另一个角落，有人一直在按着我的喜好构建着我们的未来。这种被人在暗处认真守护的感觉，让我有些手足无措。这是房产证，还有我拟好的婚前协议。张冕从书柜里取出一个蓝色的文件袋，推到我面前。我愣了一下，伸手翻开那本蓝色的证件。名字还没加，需要你跟我一起去一趟不动产登记中心。这套房现在的市值，你应该大概有数。协议里写得很清楚，不论以后发生什么，
这套房的产权我们共同享有。我看着协议上白纸黑字的条款，指尖微微有些发热，太重了。这是你应得的，名分是领了证给的，但底气是我必须给你的。那天下午，两家人正式坐在一起商量婚礼的事。我父母原本还有些局促，毕竟这个女婿出现的太快，背景又太深。可张冕的父母却十分平易近人，从进门起就一直拉着我妈的手。亲家母，婚礼的事你们别操心，我们会安排最好的团队。张冕的父亲放下一份红色的小册子。关于彩礼，我们家商量了一下，定在88.88万，这个数字图个吉利，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。这也太多了，我们家梦洁结婚是为了过日子，不是为了这些钱。叔叔，真的不用这么多，按照咱们这边的规矩，象征性给一点就行了。张冕坐在我身边，手掌轻轻附在我的手背上。爸妈，彩礼的事听我的，张家的儿媳妇值得这份重视，这钱由梦洁自己支配，你们二老也可以放心，这是给她的保障。我妈看着张冕，眼眶一下子红了。她大概是想起了那天高帆的爸爸在电话里嚣张地提出8888元的方案，把我们全家的自尊踩在脚下。而现在，这个男人把我从那个泥潭里一把拽了出来，还要捧上一颗真心给我。我习惯了自己给自己兜底，习惯了在受挫时先找防御姿势。那一刻，那种紧绷的防备感终于在我心里彻底消散了。婚礼那天的天气很好，云层被风吹得很薄，阳光透下来，落在酒店明净的玻璃幕墙上。花厅里大提琴低沉舒缓的旋律在空气里缓缓流动。张冕把一切都准备得极为周全，从伴手礼的挑选到亲友座次的安排，处处透着一种恰到好处的尊重。梦洁，爸今天心里踏实。我爸的手一直在微微发抖，我转头看了他一眼，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没有了半个月前的局促和难堪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挺直腰杆的自豪。我抬头看向红毯尽头的张冕，他今天穿了一身剪裁极好的白色西服，站在那里，眼神始终落在我身上，没有一刻偏移。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我嫁对了人。婚礼的中途，我换下主纱，在后台补妆的空档，听到了窗外隐约的引擎声。我下意识朝酒店大门口望了一眼，在那条隔离带外面停着一辆落满了灰尘的小轿车，车窗降下一半，露出一张熟悉却憔悴的脸。是高帆，他没有下车，只是死死盯着酒店门口那块巨大的迎宾牌，上面写着我和张冕的名字。他身边的副驾驶座上坐着他弟高月，两兄弟似乎正在争吵。高月比划着手势，表情贪婪且急躁。我收回视线，示意化妆师帮我把唇釉补好。婚后不久，在一场高中同学聚会上，我偶然听到了高帆的近况。那家人在咱们这儿的名声算彻底臭了。高帆后来也相了几个，人家一听他家还有个没工作的弟弟要供，一听他妈开口就要分儿媳妇的房和车，当场就吓跑了。高帆现在天天在家里跟他妈吵架，说是他妈毁了他的婚事，他弟弟高月也没买成房子。我只是笑了笑，女朋友早跟人跑了，现在一家子天天互掐。饭局散场的时候已经是深夜，路灯把街道拉得老长，张冕驱车载我回家。车内淡淡的沉香气息萦绕在鼻尖，让人觉得无比松弛。他趁着等红灯的间隙偏过头来看我，累不累？我摇摇头，把头靠在座椅上，看着车窗外流动的夜色。霓虹灯在玻璃上划出一道道斑斓的光弧。我想起了那个早晨，我想起了民政局门口生锈的铁栏杆，想起了高帆那张写满了算计的脸。那时候我觉得那是世界末日，是3年的付出东流。可现在想来，那是命运给我开的最仁慈的一个玩笑。红灯变绿，车子轻巧地滑入夜色深处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婚后第3个月，天刚入秋，周末的下午，阳光透过百叶窗斜斜切进来，在地板上投下明暗相间的纹路。我蹲在书房地毯上，整理最后一箱从老房子搬来的旧书，箱底压着一本藏青色封皮的错题本，边角磨得发毛，是张冕高中时的本子，搬家时混进了我的书堆里。我随手翻开，扉页是他清瘦凌厉的字迹，写着班级姓名，和现在的笔记几乎没差。往后翻几页，本该写满公式的空白边角，歪歪扭扭记着一行最小的字。我指尖一顿，风掀动纸页，恍惚间好似听见了17岁教师的蝉鸣。那是高2上学期，我们做同桌的第3个月。他是全班出了名的沉默学霸，永远埋着头做题，一天说不了3句话。我总爱凑过去问题目，他每次都只讲题，不多说一句闲话，冷得像块冰。我一直以为那时候的他眼里只有卷子和排名。指尖再往下翻，夹着一张皱巴巴的草稿纸，上面是我歪歪扭扭的字迹，写着半道解到一半的解析几何题。我盯着纸看了半天，才模模糊糊想起，这是某次数学课上我传纸条问他的题，写完随手塞给他，早就忘了这回事。原来他一直留着。
再往后翻，某一页的页眉处，用铅笔轻轻写着一行字。他趴着写字总耸肩，说桌子太高，肩膀疼。我呼吸猛地一滞，抬头看向书房中央那张长桌，就是他当初买房时就定好的尺寸，桌面立地的高度刚好能让我放平手肘，不用耸肩。我一直以为是巧合，是他选了标准的人体工学高度，原来不是。原来早在10几年前，我自己都没放在心上的一句抱怨，就被人悄悄记了很多年。记忆顺着纸页漫上来。高3模考那次，我数学考砸了，排名掉了20多名，晚自习趴在桌上闷着。班里同学都走得差不多了，我盯着做题本发呆，余光里忽然被推过来一颗橘子糖，糖纸是橘黄色的，在日光灯下泛着软乎乎的光。我抬头，张冕正盯着自己的卷子，侧脸线条紧绷，像是刚才那一下根本不是他做的，给我的。他的耳朵尖却红了，我以为是同桌之间随口的安慰，剥了糖就吃了，酸甜的味道压下了心里的涩。那天之后我没再提，他也没说过。在看什么？张冕弯腰把果盘放在桌沿，他目光落在我手里的错题本上，脚步顿了顿，耳尖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了。怎么翻到这个了？我记得塞在最底下了。江大学霸，高中的时候背地里记我这么多小事儿呢。他走过来，挨着我在地毯上坐下，目光落在那页字迹上，语气有点无奈，又有点认真。那时候年纪小，不会说话，怕说多了惹你烦，就只能记下来。模考那天晚上的橘子糖也是你故意放的？他侧过头看我，漾开一点浅淡的笑意。你趴在桌上，肩膀一抽一抽的，我怕你哭，问了怕你不好意思，就放了颗糖。原来那些我以为的巧合，那些我没放在心上的瞬间，全是他藏了又藏的心意。从民政局门口攥着户口本的紧张，到推来房产证时的笃定，再到婚礼上微颤的掌心。原来从17岁课桌旁起，他就一直站在我看不见的地方，悄悄递着糖。张年起身，从书柜最里面取出一个铁盒子，他打开来，推到我面前，里面整整齐齐压着一叠橘子糖的糖纸，平整的没有一丝褶皱，最底下还压着半块草莓味的橡皮，边角磨得很光滑。正是当年张冕借了没还的那块。我指尖拨开糖纸，最里面还夹着一小片裁得齐整的红布，印着半褪色的号码217，是高2运动会的号码布。我盯着那片布愣了愣，那年我报了800米，跑到最后一圈崴了脚，咬着牙冲过终点，刚蹲下来就看见脚边放着一瓶温水和一片创可贴。我回头找了一圈没看见人，最后以为是班委提前放的，用完就忘了，原来也是他。运动会那天也是你。我抬头看他，张冕的视线落在布片上，喉结轻轻动了一下。你跑第2圈的时候鞋带开了，我在看台上喊你，你没听见，冲过终点你就蹲下去了，我怕你疼又不好意思过去，就托后行的同学放了水和创可贴。他顿了顿，声音轻得像号码布是赛后捡的，你扔在看台上了。我心里像是被温水漫过，又软又烫。原来17岁的那场风里，他站在我看不见的看台上，目光追了我整整3圈，连我自己都忘了的小伤口，他替我记了10几年。我看着满盒子的旧物，眼眶发热。你居然都留着？他伸手轻轻把我碎发别到耳后，动作很轻。那时候总觉得能留着点和你有关的东西就很好了。说着，他从口袋里摸出一颗橘子糖，和当年的包装一模一样。我张口咬了一整颗，酸甜的味道在舌尖缓缓化开，和17岁那年的味道分毫不差。夕阳慢慢沉下去，房间里的光线柔和下来，我靠在他肩上，闻着他身上淡淡的雪松气息。我以前总觉得3年的感情错付是件很可惜的事，可现在才懂，命运让你错过错的人从来都不是损失，他是想把那个在青春里偷偷记了你好几年的人稳稳当当送到你面前。张冕握住我的手，掌心温暖干燥。饿不饿？晚上做你爱吃的糖醋排骨。再坐会儿。好。天色一点点暗下来，街灯次第亮起，我们就那样安安静静地坐着，谁都没说话。蝉鸣会停，盛夏会结束，少年时代的心事会被风吹散，可藏在时光里的温柔终究会跨越年月，兜兜转转落在你身上。往后的岁岁年年都是我们的好时光。